嗨，大家好。昨天呢，因为看到一则网上的消息，说的是一位知名的歌手，他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有唇腭裂的现象，其实就是一种发生几率很小，大概发生率在1/600一种先天的畸形。因为这样的畸形呈现在脸上，所以让人的容貌变得有些与众不同。这位孩子已经渐渐长大成人，起码从照片上来看，他已和正常人无异。而从孩子的气质上看，甚至还有一种不同于普通人的美感，这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为之感到欣慰。而我作为一名医生，一位曾经从事过颌面外科工作的牙医，想起自己也曾经为这些先天性唇腭裂的患儿做过修复手术的情景，更加感同身受。我们祝福这位孩子将来能够有和普通人一样的精彩人生。我们相信这样的孩子，他会将经受的痛苦转化为热爱生命、奋斗自强的动力。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曾和一位年长于我父亲的一位同事成为莫逆之交。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积极进取、发展自我兴趣，并且努力服务他人的品德。而这位年长的朋友，他正是一位出生就是唇裂的患者。虽然他在很小的时候得到了医治，修复了开裂的上唇，而在那个医疗技术还不像现在发达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修复的效果。但即便如此，我认识的这位大朋友，他完全没有这种自卑的心理，有的是热情洋溢的，能够感染到别人的热忱，并且多才多艺。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无论是说话的感染力，甚至在说话的时候有很生动的手势，而且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底，说话出口成章，用词遣句极为生动。在当年那种相对闭塞的环境当中，在大部分人都还是比较木讷、不善辞令的年代，他在我当年还是少年时代，确实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他这种多才多艺，一度让他成为一家知名文艺团体当中的一位话剧演员。也因为他的这一段演话剧的经历，使得他有更生动的表情，更让人接受的举止，还有他更有感染力的演讲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在单位里面是一位公认的愿意帮助人的热心肠人士。也正因为此，从文艺界转战企业界之后，尤其是在中国当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中，他从原本是我父亲的部下，最后成为企业的领导。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自己也慢慢的成长，成为一名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奉献我的病人，而且冥冥之中注定让我也有机会为那些像我这位忘年交朋友那样的先天性唇腭裂的患者多少尽了一份医生的能力。相信也是在我人生启蒙的阶段，潜移默化的给我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影响。所以我一直坚信，不管是谁，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先天的疾患，只要你在家人、朋友以及社会的支持底下，努力的尽可能的去从医疗上得到改善，从心理上获得自信，给予自己更多的自尊，你就不但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和大家齐头并进，甚至你会走得更高，走得更远。那反过来讲，对于那些只会对别人的先天不足指指点点，甚至对他的家长、家人说三道四，往往出于无知，有很多迷信的说法、想当然的看法，在科学的道理面前都会烟消云散，在人的相互尊重、平等理念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后来在我回到国内执业之后，在我的诊所里面，在我服务的病人当中，也有各式各样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患者朋友，其中有不少人令我印象深刻，不仅是病人本身，而且是他们更多的家庭成员，整个家庭都和我像朋友一样的相处，其中也时常会有一些先天或者后天造成缺陷的患者，而我跟他们的相处之中，从来没有感受到他们身上曾经有过或者现在还有的某种缺陷
成为我们医生和患者之间交流的障碍。上一次我在我的牙医说当中写到的我的一位患者朋友之一，就曾经提到了一位来自于一个美国家庭当中的大男孩，他就是从小失去了一条右腿的阳光青年，在他的家人的鼓励和帮助之下，在他18岁那年，以他的优秀考上了美国常青藤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今天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位同样有着先天性缺陷，但是得到了妥当的治疗的一位唇腭裂患者，一位恬静总是微笑的女孩。我相信她的唇腭裂的修补手术是在她更幼小的年纪，也许不止通过一次得到的治疗。而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是一个10多岁的少女。她的妈妈带她来见我，是向我咨询，虽然她曾经做过了唇腭裂的手术，但是她的上前牙的排列还是与正常人相差很大，牙和牙之间的缝隙更大，而且牙齿因为扭转，使得她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张嘴，所以她一直是有着一种像蒙娜丽莎一样的淡淡的微笑，但是很少有人看见她张嘴大笑。这个呢，是她家人作为她的母亲心中的忧虑。从这位母亲期待的眼神当中，能够感受到她对她的女儿长大成人之后进入到社会，会不会因为身体上的某种缺陷而遭受社会的不公、职业的歧视。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相信所有的父母甚至都会愿意去承受子女的痛苦，付出任何的代价来帮到自己的子女去改善因为出生时就有的先天的不足。只是更多的家长，他们缺乏这样的对于这类疾病完整的认识和获得如何来改善这种缺陷的具体的方法，以及在每一个阶段通过不同阶段的治疗，不失时机的来获得更大的改善。所以作为父母，面对自己孩子身体上出现的任何问题，包括像此类先天性的疾病，都需要通过自身不断的学习，尤其是和医生保持紧密的联系，时常去医生那边通过咨询讨论来得到更专业的指导，这样就不会失去在合适的时机得到合适的治疗。很多的治疗都是伴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有可能就会错过这样的机会，最后空留遗憾。当我明确地告诉这位饱经忧虑的母亲，她的女儿的牙齿无需一定要通过任何的手术来排齐，就用普通的正畸治疗一样可以得到矫正。只是她女儿的 case 可能要比正常的牙列矫正花费的时间要久，也许在费用上面也会有所不同。更关键的是，需要孩子的配合，能够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刻。他来见我的时候还是一个初中生，从正畸的角度来看，应该是矫正牙最佳的年龄段。有了第一次和医生的通过详细检查之后的交流，那后来当然又经过好几次的沟通，尤其是我在完成了他口腔里面牙齿健康方面的治疗之后，正式的转介给正畸的专科医生。在之后的3年多的时间里面，虽然中间也出过各种状况，但是在孩子和家长的坚持下面，克服了重重困难，也化解了不少治疗过程当中的小插曲。总之，在医生和患者良好的配合之下，在家长不断的关心督促之下，使得正畸的治疗艰难，同时又按部就班的推进着。其中还有个小插曲，这位孩子的妈妈因为考虑到她的大女儿有着先天唇腭裂，一直不敢露出笑容的自卑，因而她的妈妈希望我们为她的二女儿能否也一起来进行牙齿的矫正。虽然她的二女儿并没有像她姐姐一样有唇腭裂的困惑，但确实来讲也完全是一个进行牙齿矫正的适合的年龄。而且这样做确实对她的姐姐在心理上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也让她感受到她并非与众不同。当时我们确实为她这一家人，不仅是她的妈妈，还有她的妹妹，对家庭成员做出的最大的支持，诊所上下的同事，大家为此真的十分的感动。我相信只有在一个充满爱的这样的家庭里面，
孩子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关爱，也会让他脆弱的心灵、自卑的心理得到治愈。确实，在过了3年多的时间，终于等来了拆掉牙箍的时候，他自己对着镜子看着变得整齐的牙齿，我相信他是第一次露出了开怀的笑容。我相信不只是他，他的家人、他的妹妹、他的父母，还有在场的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会为这样的时刻热烈的鼓掌，送上最诚挚的祝贺。后来的某一天，孩子和他的家人来到诊所，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他的长女考上了美国加州的一所大学。我当时问他，你学什么专业？他告诉我听，他报的是动物学的专业，因为他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兽医，可以去照顾那些小动物们。我相信这是他把自己获得的家人、朋友、社会给他的关爱，通过他可以的方式再传递给其他需要的人们。今天呢，我就是趁着这一期牙医说的机会来说一说，因为那些先天性疾病虽然它的发生率很低，但确实会让患者和他的家人承受更多的痛苦，而作为他的家人、亲朋好友还有社会要给予这样的人们以更多的关爱，共同努力去争取得到身体的改善，起码让那些缺陷变得不明显，不影响自己的工作，不仅在身体上，在心理上也要建立自信。长大成人之后，一样可以发展自己的事业，通过回报社会获得更大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好了，今天我们的牙医说健齿时尚专栏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赏和聆听，我们下期牙医说再见，拜拜。